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言论打压进一步升级。最近，清华教授许章润被撤职停课，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唐云遭学生告密后被撤职。这些事件引发不满，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公开声援言论自由。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因言获罪，被撤职停课，大幅削减工资。清华还成立了一个工作组，重点调查他去年7月以来写的文章。此外，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唐云也因在课堂上的言论被学生告密后，遭校方撤销教师资格并降级。他们是中共整肃高校教师言论的最新受害者。重庆师范大学退休教授杨继瑜撰文指出，新坑儒运动或新文革运动已经开始了，而且来势汹汹，短期内将一发难收。这是早就意料中的事，收拾了记者、律师，现在来收拾教师。但新的打压引发了不满，包括中国独立学者荣建、北京作家张颐和、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、浙江大学教授夏立安、清华大学教授劳东燕、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玉华等知识分子都公开发声声援许章润。另外，还有100多名清华大学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联名，要求清华大学恢复许章润的工作，保护清华师生的研究和学术思想的独立自由。郭玉华教授对媒体直言，我并不是出于勇敢，而是恐惧这样氛围的形成，这样沉默的空间，大家都不表达，都是顺从，那真的国将不国了。站出来声援许章润和声援那个唐云老师的人，虽然数量少啊，我也要肯定的是，就是说现在终于有人站出来发声了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。比如说我们谈到1955年的反扶风运动的时候，所有知识分子还不是沉默的问题，全部成了帮凶。中共建政后对知识分子有过几次大规模的迫害，包括反右运动、文革等。近几年对高校言论控制也越来越严厉，多名敢言的教授遭到停课、解聘，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史杰鹏、湖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居红、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副教授谭松、贵州大学教授杨绍正等。现在又再一次出现倒退啊，这也反映了中共他的这个统治危机，至少他认为现在面临多方面的危机，如果不对言论进行进一步严厉打压的话，那可能他的统治就会受到直接的威胁。几乎所有的共产党政权都敌视知识分子，谭松指出，这是独裁专制的特征之一。他要实行独裁专制，他必定要控制言论，而言论对他威胁最大的就是知识分子，因为知识分子有独立的思考见解，能够看到他的所作所为的毛病，所以他天然的就要把知识分子作为打压的对象。有网友表示，大学教师、律师、记者、作家等公共知识分子是社会的意见领袖、知识精英，他们不沉沦，社会就有希望。这种打压还会持续，独立的声音、反抗的声音会受到很大的压制。如果反抗的声音越来越多、越来越大，达到这个知识界的很大的比例，那这个当然中共压制言论就很难奏效了。谭松认为，毛泽东时代曾有知识分子真心以为社会主义是好的制度，但现在信息的多元化与国外的接触都让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变，很多人已经觉醒了，但关键在于他们的勇气。如果说这一次又成功的把整个知识界打压下去，变成那个文革期间或者反右运动之后那种状况的话，既是知识分子本身的不幸，更是国家和民族的不幸。所以我认为这是一场知识分子和集权专制生死攸关的较量。谭松表示，中国知识分子不发声、不抱团进行抗争，未来是可想而知的。他们将不能有自己的尊严、自己的思考和见解，哪怕没整到他们头上，他们都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最珍贵的东西。